次的太想到处玩，来到了凤山文山特区这里，就是 Nova 这间店又回归高雄了。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，高雄最后一家 Nova 是开在楠梓，在2017年撤厂之后，在高雄就完全没有点了。而这次在高雄凤山重新开店，也是相当令人惊讶。当然，为了庆开幕，优惠活动是自然不能少。也就是这样，就算是在炎炎天气下，也是一堆人在排队。而且这次的排队礼还真的很不错，前100名送 Nova 现金券，而在这前15名当中，更是送蓝牙耳机。而第16名到115名这个区间，则是送手机传输线。当然，除了排队礼以外，还有一堆抽奖活动，有些更是下杀1折起，这个就要看手气如何了。那开幕活动也伴随许多电竞赛事，看能不能带来一点新气象。有这方面专长的观众，也可以考虑来挑战看看。那话就不多说了，赶快进来吹冷气吧。天气越热，这里就会越热闹，对吧？这里的3C 产品看起来还是以电脑周边为主。那等等跟着我走完这一趟就知道，这次的 Nova 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店家。有上网查了一下，这间高雄店共有2层，总计有25间不同的店家。其中1楼比较偏向是品牌电脑的部分，大多都是以展示机为主。当然，现场也是有提供直接购买。不过总感觉跟以前的 Nova 来讲，少了点怀旧的味道。我个人是没去过以前楠梓店的那间 Nova， 所以记忆是停留在新枯江旁边的 Nova。那个时候旁边还有元素广场，新枯江还没有梦时代巨蛋这些竞争对手，所以放假时几乎年轻族群都是往新枯江挤。要打球的去中山体育馆，要逛街的去新枯江，而想要打电动、吹冷气的，自然全部都往 Nova 来。在我的记忆中 ，Nova 就是这样的场所。不知道正在观看影片的您，对这里又是什么样的回忆呢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。那之前的 Nova 是在1997年在高雄中山路开幕，那段时间正值网络还没完全发达的时代，很多人都会在2楼的免费上网区逗留一整天。最常看到就是挂寻梦园聊天室找网友的画面，然后直接约来新枯江这里见面吃饭。在那个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，真的都忘了是用什么方式去认出网友的。如果是有经验的观众，也欢迎分享你的方式。那1楼逛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往2楼。其实这间 Nova 整体并不算大，但在这个电脑商品已经逐渐往下走的时代来讲，还能做出这样的投资也是不容易。就连建国路整条路的电脑店家也快不行了，只剩几间店家还能维持一定的商业活动。一来，随电脑配备越来越高，已经不是一般学生能买的地方了。以前那个年代逛电脑商场就是要找大补帖，现在去逛都不知道要买啥。二来，手机、平板的娱乐模式已经快大于电脑游戏了，买电脑真的就只是变成单纯处理文书或工作用的而已，相对的娱乐性就越来越少。当然还是有3A 大作这种等级的游戏啦，但相对的硬体设备的需求跟价格，也是很容易让一般玩家望而却步就是了。在这Nova2楼的店家就比较多样化了一点，除了刚刚看到的3D 列印配备的店家，还有许多不同专卖款式的商店。另外一些电脑周边商品也比较容易在这里找到，算是还可以逛的楼层就是了。看到现在的电脑椅，都会让我想到以前玩电脑就是要坐沙发椅才会舒服。不知道曾几何时，全部都换成这种电脑椅了。还是网咖那种能融为一体的沙发最舒服了，对吧？想要找优惠的观众，也可以趁这段时间来这里看看。
虽然没有苹果专卖店，但至少也有 Apple 授权维修中心。这边也有电视有乐器的专卖店，只是看起来都是爸爸等级在逛的。也对，终究还是要爸爸来结账。那整个2楼的店家空间利用不多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给现场活动来使用，像是前面讲的电竞活动跟其他互动模式为主。那令我比较感兴趣的也来了，就是这台全景模拟赛车游乐机台。这个价格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家里找不到位置可以摆这个来玩，除非要有人去睡阳台就是了。那我这个不成熟的大叔，就厚着脸皮来跟一群小朋友排队玩这个了。说到这个，不知道还有没有观众记得，以前的中山路楼吧也摆过这种真人机台，完全1:1的模式，还会整台晃动起来，完全就是体验真实的赛车，但一次要价也很贵，记得是玩一次要好几百元，对那时候还是学生的我，真的是很羡慕可以上去玩的人。那以前除了能在1楼体验这种大型机台，在7楼还有 Sega 电动游乐场。在这个汤姆熊横行的年代里，以前除了网咖，就是 Sega 的最热闹。当时什么游戏都有，大型机台最巅峰也是在那个年代，真是一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就算是身上的硬币都花光了，还是会舍不得走，一直在站别人后面看别人怎么玩。或许这次特别来逛这里，就是想要找一点这样的感觉。结果是后面一群小朋友看我一直撞车，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。这里温馨提醒，不要一边录影一边单手开车，要做个优良驾驶，给小朋友做好榜样。那回归正题吧，这次的 Nova 开箱之行，其实称不上让人有经验的地方。当初网络购物兴起，3C 商品销售利润逐渐降低等因素，也没有随之改变的情况。愿意还能回归市场，我是觉得真的很有勇气。竞争的已经不是同类型的店家，而是整个市场需求。那这里也很可惜的，就是离大众运输超远，只能选择骑车跟开车或坐公车的方式。停车位置真的又偏少，连机车停车位都不够用。为了不违停，我还骑到附近的公园，再走过来就是了。那本集的影片说起来算是怀旧之行而已，没有介绍到什么新店家，也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，只是单纯回味以前逛 Nova 的日子而已。那也是可以推荐各位观众来逛逛。目前的相关活动是蛮多的，有兴趣也来参加看看。那本集的影片即将告一段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